朋友们好，欢迎回到江峰世界。昨天节目开头咱们留了一个问号，胡锦涛一家到底出没出事？24小时过去，这个问号长出了3条尾巴。一张截图被正主亲手掐死了，一篇替他辟谣的文章自己又离奇失踪了。而就在同一天，新华社一条不到60个字的通稿悄没声地把守着雄安那个省的一把手换掉了。假消息被辟谣了，征调令来了，还有一份伦敦时间中午发出的名单，上面的名字正一个接一个的变成官宣。哪个是烟雾，哪个是刀口，今天咱们一样一样拆。先说那张要人命的截图，画面上是秦风的微博。7月31日凌晨4点11分，前领导人包括夫人 LYQHHF 晚餐时食物中毒，尽力抢救，4点的时候走了。 LYQ 刘永清， HHF 胡海峰，3口人一顿晚饭全没了。这张图昨天咱们说先当爆料收着，今天可以开验了，而且不用等官方，图自己就招了。您把它放大了看，第一处时间戳的位置，正常的微博发表日期压在帖文上方，这张图的日期却掉在帖文底下。第二处时间的写法，微博显示时间有自己的规矩，当天发的帖显示多少分钟前，多少小时前，隔了1天的显示昨天加10分。这张图号称是7月31日当天流出来的，时间却硬邦邦写着7月31日4点11分。当天的帖子微博自己都不会这么显示，只有凭印象画图的人才会画出这么一行字。第3处认证标，秦风本人的微博皇冠旁边挂的是罗马数字2，这张图上皇冠旁边写的是博主，3处细节3处对不上。还没完，传这张图的人张口闭口凤凰卫视总监秦风，可人家2012年就离开凤凰卫视了，现在的职务是香港卫视综合台台长。编故事的人手一糙，传故事的人更懒，连主角的名片都没看清。再看正主，有网友当天就去翻了秦风的微博，人家照常更新，发的是伊朗的事，跟胡家半个字不沾。台湾的自由时报找到了他本人，他的回应原话是这样的：对啊，因为我影响力大，所以造谣的人就用我的社群账号造假，才会有这种传播力，当然是假的。那造谣的人为什么偏偏挑他的账号下手？这里头有讲究。2022年11月，江泽民的死讯，他在微博上露口风的时间比官方发丧早了差不多20天，这是外界公认他那个账号有分量的来历。真有过提前报领导人死讯的战绩，当然他也放过空炮。今年4月他说王石被抓，隔天王石本人出来辟谣，他把帖子删了。可造假的人不管这些，他们要的就是这块招牌，借一个报准过死讯的账号发一条假死讯，传播力直接拉满。到这一步，事情本该结束了，截图是假的，正主否认了，各回各家。偏偏就在这时候又出了一桩怪事。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转述了自由时报这篇报道，标题问得很直白：胡锦涛一家食物中毒逝世是真的吗？这篇文章上线没多久消失了，原来的网址打开是404，搜索引擎里却还留着标题和摘要，像一块刚擦过的黑板，字没了，粉笔灰还在半空飘着。网上立刻炸出第2套故事，秦风的账号已经被接管，辟谣是被安排的，法广的稿子是被紧急压下去的，连法广都被和谐了。有不少朋友在问，法广好端端的为什么删稿？咱们把几种可能一种一种摆上桌。最平的一种，编辑部自己撤的。您看这篇稿子的证据链，一张来历不明的网络截图，自由时报去问，秦风否认，法广再转述一遍，从头到尾法广自己没有一手信源，整篇是没说性质的转述。编辑部回头一看，这链条太薄，当事人身份还核不实，主动撤稿，这在新闻行当里是常规操作。次一等的可能网址改了，没设跳转，内容重复被合并，或者法律和名誉风险审查，甚至就是后台系统出了岔子。最阴的一种，
当然是有人施压，可这一种眼下恰恰排在最后。为什么？您想，北京的手再长也404不了巴黎的服务器，法广天天发批评中共的内容，真能被和谐早和谐1万回了。更要紧的是，真要灭口，该灭的是台湾那篇源头报道，可自由时报的原文到现在还好好挂着，其他海外中文媒体的辟谣稿一篇都没少，满桌子的辟谣全都在，单单一篇法文电台的转述没了，这就叫真相被封锁吗？这账怎么算都算不平。在法广自己出来说明之前，哪种解释都只能算推测。可这个404真正的价值是让您亲眼看见了一条谣言怎么获得第2条命。您品品这套逻辑，发消息说明人死了，正主辟谣说明账号被控制了，辟谣的转述被删说明真相被压下去了。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，都能反过来证明最初那张假图是对的。这种叙事有个学名叫不可证伪，它不怕任何事实，因为任何事实都能被它消化掉。这已经不能叫爆料了，这叫永动机。那事实这一头有没有一个真开关？有，而且只有一个，让胡锦涛露一面，开个会握个手，哪怕新华社配一张照片，露面一锤定音，所有版本当场清零。不露面呢？不露面什么也证明不了，只说明盖子还捂着。这个开关是单向的，钥匙在官方手里，他们一天不用猜测就一天停不下来。而官方最后一次碰这个盖子是今年3月，3月4日，宋平去世，109岁。这位老人是谁？当年在甘肃一手发现，一路提携胡锦涛登顶的恩人。3月10日，八宝山送别，新华社的名单写得清清楚楚，塔尖上那位带着7常委外加韩正全数到场。胡锦涛呢，送花圈表示哀悼。恩人的告别式他没到场，从3月到今天快5个月了。这是关于胡锦涛身体状况唯一一条硬料级的行为痕迹，一个空白。海外爆料人蒋网正给了另一个版本，说中毒是假的，但胡锦涛本人的事可能是真的，靠药物呼吸机撑了半年，最近被撤了管子。这一条单一来源，没有医院家属治丧系统的任何外围信号，咱们照规矩只当爆料收着，绝不因为它听起来更符合黑箱政治的逻辑，就把它升格成真相。7月31日上午9点35分，新华社发通稿，掐头去尾不到60个字。中共中央决定罗文任河北省委书记，倪岳峰不再担任，另有任用。60个字，信息量顶得上别人6000字。咱们一层一层剥，先看被换下去的倪岳峰，1964年生，安徽人，清华的工学博士，早年在国家海洋局。他的官运真正起跳是2011年进福建副省长、省委常委兼省纪委书记、福州市委书记、省委副书记，一级不落。2017年进京，执掌海关总署整整5年，全国的关口钱和货进出的闸门都从他手里过。2022年4月接河北省委书记，还兼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和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，党政军人大一肩挑满。这里得把话说准了，塔尖上那位2002年就离开福建，倪岳峰2011年才去，两人在福建没有直接共过事，嫡系这顶帽子扣不上。可官场看人，光看共事还不够，还得看地脉。福建那块地在如今这个朝廷里是什么分量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外界一般把倪岳峰归进广义的福建系统，这个标签前几年是通行证，到了这几年是通行证还是催命符，得看行情。再看河北是块什么地，首都的护城河，拱卫京畿的南大门，更要紧的雄安在河北，那个号称1000年大计倾一国之力堆起来的工地。这里也把话说细，雄安新区的日常归新区党工委书记张国华管，省委书记不下工地，可全省的政治总责，这个省往哪儿走，出了事谁兜着，就是省委书记这把椅子。守着护城河，扛着1000年大计那个省总责的人，7月22号、23号还在石家庄主持省人大常委会会议，一切如常，
1个星期以后免了。另有任用这4个字怎么读？按字面中性一个空白，好差都装得下。可近1年这4个字演过2个剧本。马兴瑞去年被免新疆党委书记，通稿也是另有任用，今年4月落马。王忠林今年5月被免湖北省委书记，也是另有任用，隔月全国人大一个闲职提前退场。4个字2个剧本，没有一个是往上走的。网上传倪岳峰去海南，这条您先当爆料收着，咱们不提前宣判，只把眼睛盯死他的下一站，下一站才是真正的判决书。现在看换上来的罗文，1964年生，湖南人，武汉大学哲学系出身。这位的前半生跟官场不太沾边，电子工业系统的教书匠，后来一头扎进赛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信部直属的智库，一待就是将近20年，从普通研究人员做到院长。2015年他从智库一步跨进工信部当规划司司长，2017年升副部长，之后发改委副主任，四川常务副省长，省委副书记。2022年起执掌市场监管总局，管了4年全国的市场秩序。您把他这份履历摊开，拿放大镜找，福建没有，浙江没有，陕西也没有，塔尖那3块老地盘跟他1寸交集都没有。一个彻头彻尾的产业技术官僚，一个管家型的干部。不过他履历里有一段值得您多看2眼。2015到2019，罗文在工信部起跳的那4年，部长兼党组书记是谁？苗圩。苗圩东风汽车出来的少帅，湖北履历。而苗圩简历里最扎眼的一行，偏偏不在湖北，在安徽合肥八中。1974届高中毕业生，同一年同一所学校的高中部还毕业了另一个人，李克强。这可不是墙外编的段子，是大陆媒体自己查合肥八中官网白纸黑字登过报的。维基百科上写的更细，说2人当年同班。话到这儿，咱得踩一脚刹车。同学能不能算同伙？校园里的交情能不能延伸成官场上的线？没有证据，咱们不编。部长任内下属升迁，也不能直接说成私人提携，那是衙门的常规运转。能坐实的只有2条：第一，罗文跟塔尖的3块老地盘毫无瓜葛；第二，他官场起家的那间屋子，当年的主人是李克强的中学同窗。就这2条，剩下的您自己咂摸。咱现在收个口，护城河上一个广义闽系的封疆大吏被撤下，换上来一个无派系色彩的管家，时间卡在5中全会会期敲定的第2天。而昨天咱们刚讲过，10月那张桌子上压着的旧账里，头一笔就有李克强的死。这步棋是权力布局变动的一个样本，注意措辞，是样本，不是铁证。单凭一个河北，推不出任命权已经换了手，可账本已经翻开，这是记上去的第一笔。账本上还有谁？接着看。海外有个爆料人蒋网正，这2天在 X 上火力全开。7月30日北京时间晚上7点16分，他发了一张名单，原话说：政治局会议分赃完成，尘埃落定。陈新武任重庆市长，罗文任河北省委书记，刘国鸿任自然资源部党委书记，张文同任自然资源部部长，倪岳峰另有他用。咱们频道有条规矩，记账不背书。他报的每一条拿官宣的时间和文字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对。第一笔罗文，官宣北京时间7月31日上午9点35分，他早了14个小时19分钟。职务对，倪岳峰另有任用也对，这一笔结结实实强命中。第2笔陈新武，7月31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开会，任命陈新武为副市长、代理市长。新华社傍晚6点35分发稿，他早了23个小时19分钟。他写的是市长，官宣是代理市长，程序上先代理，开了人代会再转正，这算实至命中。他还搭了一句案底，说这个任命本该5月就官宣，硬拖到7月，
是因为一个叫王晓东的人在里头攀咬，这句是爆料，记下，留着日后对答案。顺带提一嘴，重庆市长这把椅子从3月20日胡恒华被查，空了整整4个多月，今天才算有人坐下。第3笔，刘国鸿，自然资源部网站发布任命，7月30日晚上8点04分，他早了48分钟，人和去向照样报对了。只有一个小地方，咱们顺手把账记细一点，他写的是党委书记，正式任命的称谓是党组书记，可别小看这2个字。在国务院组成部门，党组才是正式叫法，而这2个字恰恰是咱们昨天分析党政分社的关键字眼，所以这里专门替各位把它校准了。3笔下来，笔笔都落在了官宣前头。账记到这儿，顺手跟您说个看门道的法子，叫信息分层。人事任命这类消息，官宣前一天，组织部、人大机关、新闻系统一整条线上几十上百号人都接触得到，这是第一层。胡锦涛有没有被撤管子，只存在于一个极小的医疗加警卫的圈子，这是第2层。塔尖上那几位私下谈了什么条件，3、5个人的事。第3层，层级不同，消息的稀缺程度天差地别，咱们核验的力度也就跟着不同。这也是咱们记账不背书的道理，每一条都拿官宣来对答案，对上一条记一条，账本摆在这儿，日子久了自然见分晓。账本上还有2张期票没对，头一张张文同接自然资源部部长，这张要紧在哪儿？昨天咱们讲过，爆料说自然资源部这回要书记、部长分设，一人管党务，一人管行政。现在刘国鸿接党组书记，第一只靴子7月30日晚上落地了，张文同接部长，第2只还悬在半空，2只都落地，党政分家这盘棋才算见了真章。第2只要是迟迟不落，或者落下来还是一肩挑，那昨天那条爆料就得回炉重验。咱们盯着另一张期票，比这张大得多，大到什么份上？大到河北换帅，搁他跟前都算小事一桩。喝口水，咱们接着拆。聊到这儿，咱们暂停一下，说件跟千家万户都有关系的事。今天想跟您分享的是加拿大多伦多王女士的一段经历。她的先生今年86岁，抽了一辈子烟，2018年确诊慢阻肺，走快2步就喘。2022年7月，一场重症肺炎把老先生送进医院，24小时吸氧吊着命，抽肺积水的时候操作失误，气胸右肺整个塌了。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，亲戚朋友都是抱着见最后一面的心情去探望的。出院回家吃饭要人喂，从卧室挪到客厅都喘得说不出话，血氧常常掉到80以下，3个月瘦了30磅。2023年2月，老先生开始服用扁康丸，慢慢的咳嗽少了，痰没了，呼吸顺了，吸氧的次数一天比一天少。如今3年多过去，老先生不再需要氧气机，血氧回到95，走路不喘，生活完全自理。王女士说，扁康丸给了先生第2次生命。家里有老人常年咳、痰、喘，肺上有老毛病的朋友，不妨了解一下扁康丸。官网和购买方式就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区。好，回到正题，刚才说的那张大期票到底是什么？7月31日北京时间早上7点过，蒋网正又发了第2份名单，这回的抬头更吓人，叫潜伏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密电，10条人士打头一条，袁家军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。配套还有一句，蔡奇把中办主任让出来是在给儿子铺路。先把这份名单的性质说清楚。帖子里说，这是下个月政治局会议议题。换句话说，连爆料人都没说，这事儿已经定了。他报的是8月那场政治局会议桌上要过的单子。这一条是一张写明了兑现日期的期票。8月政治局会议开完，跟着往下看官宣，信息分层，您还记得吧？这条属于第3层，塔尖上的是咱们照规矩挂进期票栏，一个字都不抢跑。可这张期票凭什么值得单独说？因为它指向的那个机构是整座金字塔真正的咽喉。中央办公厅是干什么的？最高层的文件从哪儿流转？中央的会议由谁安排？
领导人的日程谁在排，谁能见到领导，谁一辈子也见不着。机要通信走哪条线，连警卫的协调都有他一份。说白了，中办就是一条流水线，一个人嘴里的一句话，进了这条线，出来就是红头文件上的中央决定。过去这些年，包子的意志能通到全党全军每一根毛细血管，靠的就是蔡奇坐在这条流水线的总闸上。昨天咱们讲1980年那3步棋，您还记得？11届五中全会，华国锋的主席头衔一个没动，先动的是谁？汪东兴。管了几十年中办和中央警卫的那个人，牌子留着，总闸先换人。46年后，按墙外的爆料，温家宝点名要拆的还是这2家，中办、警卫局。历史没有新鲜事儿，只有换了演员的老剧本。所以咱们把话用条件去钉死。如果，注意是如果，蔡奇真的交出中办，袁家军真的接任，那么不管皇上的名字还挂不挂在最上头，不管10月的公报里核心2个字还在不在第几行，他把个人意志变成中央命令的那条核心通道，就算被物理切断了，头衔是给外人看的，总闸才是自己用的。这一条官宣落地之日，就是咱们可以真正下重话之时。落不了地，他就继续在墙上当期票挂着。再说配套那句爆料，让位换儿子的活路，这句没法核实，咱们只品它的味道。昨天讲交人，讲到今天，名单上一个人都还没真交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几位爷根本没在等着被交，人家在柜台前讨价还价呢。您要我的印把子，可以拿我儿子的平安来换，全斗到了这个地步。拼的早就不是谁对谁忠诚，是谁的赎身价谈得拢。这股味道比10份公报加起来都真实。这张期票后面还拖着一串连环扣。袁家军要是进了京，重庆的椅子就空出来。密电说补位的是陈吉宁，从上海市委书记调重庆市委书记。纸面上直辖市对直辖市平调，可上海是什么地方？全国的钱袋子。重庆又是什么地方？薄熙来、孙政才2任书记先后进了秦城。今年3月，连市长胡恒华都被带走了。官场上管这叫重庆魔咒。从钱眼里挪到火山口上，这一步平调什么滋味？只有当事人半夜里自己知道。上海空出来呢，密电说由赵一德从陕西补过去。您数数，一个中办的位子动了，重庆、上海、陕西3地跟着连环转。这种级别的联动得政治局点头才转得起来。密电那份名单上还有一个名字得单独拎出来，胡海峰，任甘肃省委常委、兰州市委书记。对，就是他。之前那张假截图里跟着爹娘一块儿中毒走了的胡海峰，他现在的真实职务是民政部党组成员、副部长。谣言说他死了，密电说他挪位子，2张都是没盖章的纸，纸跟纸之间不能互相作保。但这一条的味道同样值得品。民政部副部长、副部级，省委常委兼兰州市委书记也是副部级。平调往好了读，是给太子补一段地方主政的履历，为日后铺路；往坏了读，是把人从北京的部委里请出去，安置到西北，离权力的炉膛远远的。哪种读法对？现在判不了。如果10月那张桌子上真是胡家这边大获全胜，太子爷就分到这么一杯羹，这说明桌上没有谁通吃，每一家都只能按份额领餐，谈出来的军事比打出来的胜负抠门的多。顺着这份名单再往深处看，还有2条暗线，其中一条今天已经探出了水面，一条在广东，而且当天就见了官宣。爆料说佛山市委书记唐毅峰火速入常，还要接政法委书记，背后力荐的是李强的亲家公和朱小丹这批枝江老人。话音未落，7月31日晚上，南方日报发布消息，中央批准唐毅峰任广东省委委员、常委。新华网隔了1个钟头也跟着转发，入常这一步白纸黑字落地了。政法委书记的分工
还有背后到底谁在利剑，先挂在爆料栏里等下文。与此同时，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两口子最近肉眼可见的低调了，像在收尾。湖南那头，毛伟明、刘琦、徐令义3个人深度捆绑爆料点出的幕后人，还是李强，您咂摸出味道没有？枝江新军还是那批人，可旗杆好像在换，一根一根从老大的旗下往李强自己的院子里挪。另一条在重庆，这条有一半已经是官宣了。推荐陈新武当市长的，按爆料的说法是英勇。英勇什么来头？最高检检察长今年4月刚刚改口，深刻领悟被外界看作跳船的那位。他2020到2022年主政湖北，陈新武那会儿正是他手底下的省发改委主任。您算算这时间账，跳船才3个月，就把自己的湖北旧部稳稳地塞进了直辖市市长的位子。跳船的人不光会游泳，还会抢滩。把这2条线跟蔡奇那条摆在一块看，一个在卖座位换儿子平安，一个在跳船之后火速抢滩，一个在闷声收编旧部。这些人过去提拔自己人，要的是同一个人点头，现在各找各的门路，各烧各的香。今天咱们还不能宣布习家军已经散伙，证据链没闭合，话不能说满。可要是中办直辖市连环调动，再加上这些各立山头的动作，在往后几个月里接连兑现，那结论就自己从地里长出来了。原先围着一个人搭起来的人事系统，正在拆成一堆各自求生的小系统。大树还没倒，猢狲已经在相看别的树了。看到这儿的朋友，麻烦动动手指，点个订阅，点个赞，把节目转发给朋友。10月的每一张牌翻开，咱们都第一时间对答案。